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兜兜。萧炎在迦南学院建立了属于自己的势力盘门后，就进入天焚炼气塔中寻找异火的消息。等他和吴昊回到新生住宿区的时候，白山正带着他堂哥白晨建立的白帮高手来找麻烦。白山带来的高手是一名水属性的3星斗灵傅敖，他们想要将新生拉进白帮，可惜并没有新生愿意跟他走。就在傅敖下令让老生攻击新生的时候，萧炎出现拦住了老生。傅敖与萧炎下赌注，两人之间单挑，如果萧炎赢了，半年内白帮不会再找盘门麻烦。傅敖则要求他赢了的话，萧炎交给白帮包括薰儿在内的15名新生。他的要求让萧炎顿时心生杀意。就在萧炎异常愤怒的时候，十分相信萧炎的薰儿让萧炎去比，而萧炎也告诉薰儿，半年后他一定会扫除白帮。两人之间的比拼一开始，萧炎就直接使出了天火3玄变、青莲变，将实力提升到即将达到斗灵的地步。傅敖并没有将萧炎猛然暴涨的实力放在心上，反而觉得萧炎当初是用的旁门左道才能赢罗侯。自大又轻敌的傅敖在用手中3叉戟与萧炎的重尺碰撞2回之后，便决定来一招大的，直接解决萧炎。傅敖用自己的斗气凝聚出一只能量鲨鱼，朝着萧炎暴冲而去。萧炎则利用青莲地心火将整个重尺包裹起来，与斗气鲨鱼碰撞在一起。随后一道狮虎碎金银突然出现，将傅敖震得失神。萧炎抓住这一瞬间，将傅敖揍得砸落在地面上，不知死活。萧炎获得了这场比赛的胜利，不仅震慑住了其他有想法的老生势力，更是让所有新生都十分渴望增强实力。另一天清晨，萧炎就带着盘门的弟子前往天焚炼气塔。在等待开塔时，萧炎与白帮准备闭关的首领白晨相遇。白晨对萧炎暗地下手，想要震慑住萧炎。萧炎则警告他，半年后白帮解散。开塔之后，萧炎在柳长老开的后门下，带领盘门的人进入了一间不比高级修炼室差的中级修炼室。天焚炼气塔中靠的是星火淬炼，而星火中蕴含着火焰狂暴之力，实力较弱的并不能持续在塔内修炼，不然会被火毒侵入体内，过度累积，迟早会损坏人体。迦南学院中就有不少天之骄子在火毒之下陨落。不过萧炎有青莲地心火护身，他可以肆无忌惮地利用星火淬炼斗气。在第一层修炼对萧炎来说还是太低效了。他将盘门交给薰儿后，凭借着能够压制火毒的冰灵丹贿赂守塔的导师，顺利下到第2层修炼。萧炎在第2层找了一间没满人的修炼室，便开始闭关。在不眠不休地修炼了4天后，他成功的突破到了7星大斗师。突破之后，萧炎便离开了天焚炼气塔，回到盘门。回到盘门的萧炎发现盘门被薰儿打理得井井有条。薰儿将萧炎拉进自己的房间，唤出灵隐。他这次将灵隐叫来，就是想要告诉萧炎，他父亲萧战的失踪与他背后的势力无关。既然另有其人，那最大的嫌疑还是云岚宗。说到父亲萧战的失踪，萧炎顿时心情就不太好。他独自离开薰儿房间之后，在薰儿的逼问下，灵隐才告诉薰儿，云岚宗与魂殿似乎有着来往。薰儿已经来萧家10几年了。灵隐提醒他，族中一些人对薰儿迟迟没有得到他们想要的东西开始有意见，如果不是曾经的血誓束缚着他们都想要对萧家用强了。薰儿并没有理会这些。在让灵隐离开内院之后，他便来到了楼阁顶层。此时的萧炎因为思念父亲萧战，正把玩着族中长老给他的古玉。薰儿一来就看到了萧炎手中的驼舍古地玉，在得知这是萧家迁移时长老交给萧炎的之后，薰儿便非常严肃地告诉萧炎，以后不要在任何人的面前拿出这块玉。薰儿的严肃让萧炎也变得十分凝重。他原以为这只是萧家族长的身份象征，但薰儿却告诉他，这块古玉若是被其他人知晓，很可能招来杀身之祸，就算是迦南学院也说不定会眼红，继而对萧炎出手。因为目前的剧情进度还在整本书的前面一些，萧炎的实力也比较弱，薰儿并不敢告诉萧炎太多，只嘱咐他好好保管古玉，不要让其他人知晓。等到萧炎可以和云岚宗抗衡的时候，自己会将所有的一切都告诉他。萧炎答应薰儿之后便离开了，而薰儿在得知自己的任务目标在萧炎手中，也决定不再管任务了。萧炎在回到房间后便询问药老有关驼舍古地狱的事情，但药老却只知道这块玉与1000年前的驼舍古地有关，而驼舍古地则是如今的时代1000年前最后一位斗帝。驼舍古地狱应该就是传说中那位斗帝的遗物，斗帝的遗物足以引来大陆上无数强者前来抢夺。而以萧炎现在的实力，现如今只有好好保存这块古玉，努力修炼，早日达到斗灵级别，其他的一切都可以先放一边，以后再说。萧炎决定去天焚炼气塔中闭关，而在闭关之前，他去了一趟内院的交易场，看看能不能找到自己需要的药材或者魔盒。萧炎的运气很不错，在交易区找到了炼制地灵丹的必备之物青木仙藤，但摆摊卖青木仙藤的灰衣男子却是个脾气暴躁不好惹的家伙。萧炎想要看下货，灰衣男子却连让他碰一下都不行，并且想要买青木仙藤的话，要掏出400天火能。
方或者地界斗技来买。萧炎两者都拿不出来，但他看出了灰衣男子被火毒侵体十分严重，甚至已经有些影响他的心智。这在灰衣男子十分不耐烦，想要攻击萧炎的时候，萧炎告诉他自己可以帮他驱逐体内的火毒。灰衣男子原本想要和萧炎讨价还价，但他体内的火毒实在太过严重，并没有那么多时间让他和萧炎耗着。只要萧炎能将他体内的火毒完全驱逐，青木仙藤就是他的了。灰衣男子名叫林燕，在内院也是属于大名鼎鼎的人物。萧炎在炼制好给林燕的丹药之后，便要去塔内闭关。林燕告诉萧炎，在他闭关修炼期间，自己会帮他照看盘门，有他在，谁也不敢对盘门怎么样。萧炎谢过林燕之后，便来到天焚炼气塔中，找了个安静的修炼室炼丹。他炼制的是青之火灵膏以及素灵风丹，这两种丹药都比较偏门，但都可以让萧炎在天焚炼气塔内加速修炼。炼制完丹药后，萧炎便下到塔内第3层，找了个无人的高级修炼室闭关。半个多月后，突破到8星大斗师的萧炎离开天焚炼气塔，回到盘门。回到盘门的萧炎发现，不仅薰儿、吴昊、胡家都在，就连林燕也在。因为萧炎给林燕的丹药和灵液都用完了，所以他特地来盘门守萧炎。萧炎从薰儿等人口中得知盘门这段时间的情况，随后又从林燕那里得知，再有半年多，内院强榜高手间的大赛即将开始，而比赛前10的学员有资格成为长老备选人，并且还能进入天焚炼气塔第9层，接受星火本源断体的资格。萧炎听到星火本源4个字，整个人的眼睛都是亮的。本源意味着什么，萧炎很清楚。他对进入第9层十分感兴趣，但第9层和第10层只有长老才有资格进入。再就是内院强榜大赛前10。在林燕离开之后，薰儿等人告诉萧炎，盘门的火能快用完了，现在急需想办法赚火能，否则盘门很难运转下去。萧炎最擅长的除了越级打架就是炼药了，再知道丹药也可以用火能买，萧炎便决定销售丹药来赚取火能。虽然内院90%的丹药都被炼药系的药帮垄断了，但丹药是他们目前赚火能最快最好的方法，萧炎自然不会退缩。薰儿3人将盘门最后的家当180多天的火能全部用来买药材，而萧炎则负责炼药。萧炎准备炼制3种丹药，分别是回复斗气的回气丹、内服的疗伤药附体丹，以及能够有效缓解火毒的冰清丹。在经过1天半的炼制，萧炎炼出了总共181枚丹药。萧炎炼出的药效果自然是非常好的，他们第1天卖丹药赚的火能这快将药材成本覆盖了。随后他们将赚到的火能全部用来购买药材，防止药帮反应过来熔断他们所需要的药材。盘门的丹药药效太好，第2天萧炎炼制的第1批丹药几乎被一扫而光。而这时候药帮的人坐不住了，盘门的丹药比他们卖的又好又便宜，他们很担心药帮对丹药的垄断地位会被盘门打破，便决定将萧炎需要的药材全部用双倍火能买下。没过2天，盘门采购药材的人全都空手而回，并且销售丹药的地点10之8九都被破坏了，不少盘门成员还受了伤。前往销售地点捣乱的并不是药帮的人，而是白帮的人。萧炎一听十分生气，原本白帮就经常骚扰盘门成员，如今更是想在盘门头上踩，这一次绝对不会再息事宁人。萧炎带着盘门的人直接杀上白帮，他嘲笑白帮是一群没信用、没信誉、没脸皮的3无帮派。白城听到周围人群的笑声，觉得十分没面子。他说自己当初只是约定不随便找盘门麻烦，却并不包括受人之托给他们教训。就在2人之间一触即发的时候，林燕突然出现，站在了萧炎这边。林燕毕竟是强榜排名第10的强者，白城看到他还是很虚的。在林燕力挺萧炎，并臭骂白城不要脸，仗着自己进入内院早，欺负新生的时候，药帮的首领韩贤出来了。韩贤的实力并不强，但身为4品炼药师的他，却与强榜上不少强者有来往。林燕想要为萧炎出头，但他毕竟不是强榜第1，如果他敢出手，韩贤就会利用丹药请比他还要厉害的强者来收拾他。韩贤的出面也让萧炎清楚，请白帮出手的就是药帮。萧炎告诉韩贤，想要盘门不沾丹药销售这一块也可以，只要他们俩用炼药师的方法一决高下。如果他输了，以后盘门不沾半点丹药销售；如果韩贤输了，药帮就将暗地里的那些东西收回去。韩贤对自己4品炼药师的身份很自信，他同意了萧炎的要求，但却要求如果萧炎输了，需要额外再将他售卖的3种丹药药方给他，而如果他输了，药帮不仅不会再堵盘门的路，还会将内院中5处人流量最多的交易地点让给盘门。萧炎没想到韩贤竟然看上了他手中的药方，但他丝毫不惧韩贤。2人约定好按照同一个药方同时开鼎炼丹，最终看谁的品质更胜一筹。而公证人，他们找上了内院药方管理库的好长老。好长老在内院是出了名的公正，不过在听到萧炎和韩贤的比试，好长老却要求药方由他亲自挑选。萧炎与韩贤的比试让整个内院都轰动了起来，毕竟炼药师之间的比试极为罕见。尤其比试的2人，一个是药帮首领，一个是最近极为出名的新生萧炎。另一天，在无数人的
期盼之下，比试终于开始了。郝长老拿出的是5品丹药龙力丹的药方，炼制龙力丹比一般的5品丹药还要难，但既然接下了比试，萧炎和韩贤便不能退缩。郝长老给2人都准备了3份药材，谁先炼制成功就是谁赢。如果2人都没炼制成功，便从炼丹的失败品中选择更好的那一方。在炼制丹药这一块上，萧炎从来没在怕的，而韩贤在炼制2次都失败的情况下，第3次直接放弃炼制成丹，而是选择炼制出了龙力丹的半成品。在他看来，萧炎连失败品都无法炼制出来，自己有一个半成品就已经是碾压式的胜利了。而萧炎前2次也的确失败了，但经过2次的失败，他便明白了关键所在。萧炎第3次的炼制十分顺利，不过就在丹药即将成丹的时候，萧炎再次炸炉。好在萧炎已经炸习惯了，即使药底没了，他的丹药也成功炼制出来了。在萧炎将丹药交给郝长老的时候，韩贤不敢置信。炸炉的时候，韩贤就已经认定萧炎失败了。不过就算他不相信也没用，因为在场的长老们眼睛都是锃亮的。萧炎成功炼制出的龙力丹，让隐藏在暗处的长老们也纷纷跑了过来。这些长老们在离开之时，对萧炎满脸笑容，毕竟萧炎5品炼药师的实力摆在那里，以后少不得要麻烦萧炎炼药。萧炎与韩贤的炼药比试，让他再次名声大噪，并且也让内院的弟子都知道盘门炼药的实力。在成功接手药帮的交易场所后，炼药练得吃不消的萧炎顶着黑眼圈向薰儿提议要招揽其他炼药师。有了帮手的萧炎终于清闲了下来，盘门也进入了正轨。而刚刚突破的萧炎再回塔内修炼也没有太大的作用，他决定要进入深山修炼地阶身法斗技3000雷动。主角的每一次行动都不会走空的，所以大家可以猜一猜这一次萧炎又要得到什么好宝贝。好啦，今天的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，豆豆尽量再讲的简单一点，将进度条拉快一点。如果喜欢豆豆的视频，欢迎点击订阅关注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